好，台湾跟荷兰说有情报交流，结果呢说网络上疯传呢，我们去交流的成员的个资、名字什么都出来了，哦，所以呢有心人外泄，到底谁外泄的？怎么会被知道？哦，网络上在疯传了，军情局说这是要亲中共的侨社主导的，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呢。蔡明燕说呢，这个我们就是国安局长，我们已经启动调查，找到底是谁去泄露的哦？为什么呢？会跟拍网络，甚至连去的飞机 delay 半个钟头都知道。这一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呢？哦，他都知道了。哦，所以网络上消息非常的这个细啊，讲得很细。那张晋这个教授说呢，这个他说专业的瓦解比外部渗透更可怕，就你里面一定有问题的，否则怎么会泄露出去？哦，所以呢，比外面，然后外面渗透，我们讲家贼难防嘛，外面你还可以防啊，你家里面出个贼，你怎么防呢？那所以呢，被说这是台核交流情报真的大挫败。官员说，国防部不顾体制是导火线。哦，本来情报单位也有一定的体制啊，人家不顾体制，这样派那样派，搞得里面可能有些人不满。我们看一下。3 months ago, you lost the drive containing the identity of every agent embedded i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cross the globe. 电影《007》里，安夫人硬碟被偷，让英国军情溜出的机密资料被掌控，类似的电影情节也在台湾上演。一群人在荷兰餐厅开心吃饭，仔细一看，有荷兰跟台湾人，但这可不是一般文化交流。有网友把照片放在爆料公社上，说是台湾军情局跟荷兰的秘密交流。我早上就有跟军情局局长提醒他了哦，那要尽速的来进行内部的调查，到底是人安的问题还是治安的问题？要搞清楚是哪边出问题，因为传出军情局5月派遣小组有2位处长级上校率领4名成员到荷兰行动，代号为香远方案。抵达荷兰前3天都在阿姆斯特丹市区，直到5月8号才与荷兰军情局 NIVD 进行半天的正式会议。午饭时间吃饭还被拍下，隔天6个成员满载战利品。搭着宾士豪华包车到机场，结果小组领队处长 David 疑似买得太开心，行李超重被罚80欧元。要查清楚什么状况，毕竟可不只有我们派人去。在巷口进去就是我国的军情局，而它也符合它的神秘性，没有看到明显的 logo。就在这里，今年11月换荷兰2大情治单位派6人小组来台湾，双方接待人员会议。现在巨细靡遗被公布，里头还揭露荷兰要求配合渗透2位大陆半导体顶尖人才。对此，军情局表示是由中共匈牙利侨社主导，相关内容失真且与事实不符。但神秘行动怎么会曝光？隐情恐怕没那么简单。Landen, organisaties en groeperingen proberen hun macht en kracht in de wereld te vergroten. 就威胁行为做定期分析，隶属于荷兰国防部的荷兰军情局跟隶属中央政府的情报安全总局，这回被揭露跟我国军情局有合作关系，吸引外界注意。因为过去我国跟欧洲的情报合作多在波兰等国，荷兰的情报系统与我国有着根本性不同，将触角伸进国际情报中心，但这张被曝光的场景也让专家很诧异。还原这张照片，当时候我国的军情局人员就在一个长条桌前面跟荷兰的情报人员共进午餐。但是还原这一张照片，其实当时候拍摄者的角度就是在他们的正面，而且这距离就在短短几公尺内，为何整桌的人员都没有察觉，也成为一大疑点。这5个人看他们的那个表情，在那里吃饭。实在是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地点的选择，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问题。疑点众多，但这个低调的盟友为何会被公开戳破？军情局的调查结果是由中共在匈牙利侨社主导的，以及对岸渗透，但是否也存在内部问题，尚待厘清。而且跟2022年时任国安局长陈明通赴泰国被公布的出入境资料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看到他的监视器基本上都是华为的，互测底线，起底直属军方的单位，这今天一报就怕只是两边情报单位过招的第一回。不，如果网络讲的是真的哈，他们去3天只开半天会，那看起来是个度假之旅嘛，而且买一大堆东西，行李还超重，都被人家知道了，哦，那到底怎么回事？而且在那个吃饭的场合，如果很隐秘的话，我们都是至少有包厢啊，就怎么会这么公开的？很奇怪哈，大家不要小看了，情报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跟很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很多因为过去一直留下的情报网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而情报投资在每个国家都是最贴近它的元首的，
你自己想想看，我如果总统或者我是首相，我就任命一个情报头子，那一定跟我关系非常好的。哦，所以我们经常是从情报很多关系从情报那边突破的，而不是政治的外交关系。所以情报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就居然搞得这样都被人家抛在网上，才很好笑。来，向总怎么看？是回到刚刚的，就是说亮廷议员刚提到的有关于台日关系啊，我知道从台湾的立场来讲呢，能够得到呢日本的一个首相的声援，管他失言也好，管他呢是真心诚意也好，都会有一定的兴奋感。虽然不管赖清德怎么样吃寿司，最后呢，如果呢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要穿寿衣的呢，绝对是台湾的老百姓。可是今天呢，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呢，对于国际政治跟国际法的基本认识。日本的战败国的地位呢，它的所有的罪行的宣判是摆在联合国宪章里面。在联合国宪章里面的日本跟德国，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境外动武的权利。不要说是对台湾任何周围的使用的武力都不在联合国宪章的许可。所以为什么宪章里面呢会有敌国条款？这个是呢日本今天的真正，其实高市早苗所触犯的，台湾人不管多爽，在国际社会当中没有任何人呢声援日本，不管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的国家都沉默。请问你谁声援日本？顶多呢就是像呢黄循财，或者呢像是呢李在明，都是用那种吃豆腐的方式呢出来打圆场，其他的都沉默。就是告诉你，就是说日本今天所触动的是一个联合国宪章的根本的问题。而高市早苗呢做的更糟的就是他突然让中国跟俄罗斯呢有了一个更紧密的对日本合作的机会。你有没有看到前2天中俄两国的这样一个战略级别的会谈里面，他们谈了什么？他们把所有的就是防御性的跟攻击性的武器的数据链呢都打通了。换句话说呢，以后呢，两国面对日本，它的防空系统呢是可以同步启动的，是可以相互支援的。所有的攻击性的这些的资料呢是共享的，这对日本来讲太不利了。日本在历史上面，不要说当年的牡丹社事件，借着牡丹社事件关他屁事啊！他竟然就找这个理由呢，就把琉球王国给灭了。你看他发动日俄战争，你看到他呢，他在东三省的时候的918事变，你看到呢，在民国26年1937年在宛平县卢沟桥，他都是呢危急存亡事件的理由，随便找个理由呢，他就动手了。日本1870年才明治维新，1870年明治维新，1872年呢就开始呢染指琉球，1879年呢就把琉球吃了，1895年呢就把台湾吃了。日本的现代化走了两年呢，就开始对外动手动脚。今天不管呢如何两岸是如何的分治的，中国大陆从1978年、1979年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到现在为止46年的时间，还没有在境外呢动过一枪一炮的。高市早苗的可恶呢，就在这个地方，他连琉球都不是他的，而台湾在钓鱼岛的问题上面呢，竟然呢拱手奉上。在所有的，他只敢谈呢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是美国跟日本的事儿，跟任何包括跟台湾呢都没有关系。回到波茨坦公告，回到呢开罗宣言，回到呢联合国宪章里面，日本今天只要呢离开了九州以南，都不是他的琉球呢都是需要好好的计较的。好，我们刚讲到呢我们的安全的体系。我们的安全体系，圈内人其实大家都知道，从呢10多年前，当台湾呢想要再派人呢进到呢大陆的内部，从香港呢进去，每次进去半年呢就被抓，进去半年呢就被抓，拍了3个。一离开香港呢就被抓，大家就知道所有的所谓的敌后工作呢都结束了。你现在看到的这情况不会比上一次陈明通呢在泰国入境更糟糕。泰国入境的时候，所有的镜头、住宿的房间，谁住什么房间，多少人去，身份如何，所有的行程呢都是清楚的。要查没有问题，从一个情报单位内部呢，当然应该查。但是呢，如果只是轻描淡写，其实不只是查，最先的应该去追究这些人。如果真的到荷兰去做情报交流是重要的，你看那个场合当中连包厢都没有。
他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嘻嘻哈哈吃饭，有可能等级不高，可是人家对你巨细靡遗的，从头到尾呢都掌握，连你行李操纵这件事情呢，是得好见你到底是采购团呢，还是呢真的去做什么样的情报工作？一般来讲，重要任务出门的话，要操纵不容易啊，一个呢 handbag 大概就差不多了。你到底在干什么？所以里面呢要清查东西很多，但是今天不管是国安局的陈明通，或者是今天的军情局哪一局都一样，情报工作在台湾内部一定出了问题，只是呢，连陈明通的事情查了半天，到现在没有任何的结果。蔡明燕女士接陈明通的位置，请问陈明通到底发生什么事？那小妞，这个我觉得国安局的调查，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其实是到底有没有这件事，然后有没有相关情报的一个泄露。但最后他们讲说要做调查，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说我们做了网络的溯源调查，然后讲说这个子虚乌有啊，绝非事实，就又想要用这样的话来轻描淡写。但显然他揭露的部分，除了那张餐厅的照片之外，有相关的名字，有相关的头衔，而且有荷兰方回访。好，或者是之前过去来这边的记录都是一并公布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只是你去讲说这个消息来自于中国的侨社，所以它是一个假消息，它是一个认知作战，你不可以所有的事情都用认知作战这种框架就要轻描淡写的带过去，不要忘记前一段时间有爆发府内等等党高层有被共谍渗透的状况，资讯的外流是很重要的，即便他们出现什么行李超标，他要在外面餐厅吃饭，他可能要伪装一下，让他很轻松的，但关键是你本质上你的内容还是被泄露啦。你去的内容被泄露，他们来的内容也被泄露了，表示有掌握。这种东西怎么掌握？如果没有内鬼的话，是很难掌握的。所以针对这样东西，资讯流不是什么网络资讯流，是这个情报有没有外泄，中间有没有问题，这个才是会让大家担心的地方。政府应该做更清楚的掌握跟说明，要不然很危险。你的人6个人去，说中共的侨社给你披露，那他的人来呢？对啊，是怎样？是台湾也有中共的侨社吗？休息再回来。好，那么台湾到底美国要投资多少钱呢？到现在是不确定，我们都从外面得来的消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台积电就要去投1650亿，总规模，然后再加上美光啊什么其他的德州仪器啊，加起来3000亿。不但如此，我们要帮他训练员工。我们看一下。目前，美国对台湾进口商品关税是20%的对等关税税率，能不能争取到和日韩同样的15%半导体关税待遇？卢特尼克在接受 CNBC 专访时表示，因为和台湾正处于谈判中，所以不透露谈判进度。他强调，把半导体制造带回美国是川普政府的目标。卢特尼克说，他们改变晶片法的补助规则，让台积电承诺在亚利桑那的投资从650亿美元增加到1650亿美元。另外，美光和德州仪器也都增加投资。他说，现在总共有3000亿美元的投资。乐观表示，当美国和台湾达成协议，这会变得更大。而台湾会训练美国劳工，目标是把供应链带回美国，在美国制造半导体和药品，训练美国人来做，让供应链在美国，这是全部的目标。那么，总统赖清德在接受《纽约时报》DealBook 高峰会视讯专访时也提到，他赞成台湾半导体产业到美国投资，希望能够帮助美国再工业化，协助美国成为人工智慧的世界中心。赖清德总统强调，希望关税贸易谈判能够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深化美台经贸合作。好，那么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呢，美国是中国跟台湾的盟友，都是我的盟友。那台湾如果呢，这些什么台积电什么都跑了，而且他说那个卢特尼克说，台湾就要把整条生产力都带去，还要训练他的员工，听起来蛮可怕，就整个搬走了。那如果台湾没有这些护国神山、这些高科技 AI 产业以后，那台湾地位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岛链现在不重要了，它有了这个航空母舰以后，已经突破你第一岛链，它的飞弹也打很远了。所以你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让世界都要依靠你的这个台积电啊等等半导体啊都走了，那会怎样呢？那他否认，财政部长否认去风险化削弱台湾的战略地位啊。那另外呢，美国
9个日本公司告美国 ，Costco 也告，为什么呢？现在美国的大法官可能解释，川普不可以去搞这些关税啊，哈，这国会的权益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到时候要把钱退回来啊。所以他们都去告，现在告先告先赢，到时候可以说我已经告了，所以到时候钱先退给我啊，免得川普都要赖皮说我不退，想尽办法把那个钱留下来，我会怎么看？我先讲一下刚才那个军情局泄密的问题，我觉得这事情非同小可，而且军情局讲说啊，这是中共的侨社啊的事情，这也是避重就轻。好，那因为中共侨社它这个网站，它的资料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实在是太扯。我们军情局跟国安局，事实上他们的任务功能是不一样的。军情局是国防部下面，它主要是来搜集中国的军事的情报，然后国安局是收集国际的情势的情报。好，所以两个人功能不一样。那当然，他现在跑到荷兰去，那刚刚也讲说这么巨细靡遗，所以我刚刚听到那个蔡明燕讲说，这到底是人安的问题还是资安的问题？那有一种可能，你资讯是不是啊？你的手机被渗透了，好，或者你电脑被渗透了，所以你连这里面包含你报告，他回来要打报告嘛？但是我怀疑啊，你连打报告，连说某某人超重哈，比如说我跟那个小牛一起出去，我打报告的时候，小牛买了太多的东西，好，他超重了，我这个报告也打上去吗？也许有可能。所以如果是资安的问题哈，这就代表我们可能这个资安哈，那有那个破口。那如果是人安的问题，如果是有人泄密的话，这事情要不要查？那刚才讲说，在2022年的时候，好，那个陈明通当时是国安局长，按这个脸被刷脸都清清楚楚。好，刚刚讲说，连你住哪一家饭店，你的房号都清清楚楚。3年过去了，为什么会这些情报会被泄露掉？为什么你的行程都被泄露掉？有给我们一个交代吗？没有没有。你难道不会觉得看到这样的状况，你背脊发凉啊？连我们的军情局、我们的国安局，就是我们的情报头子，出去都被人家完完全全的掌握，不用给一个交代吗？所以我觉得这事情不是去避重就轻，然后把它轻轻闪过。好，那我们现在因为一直赖总统一直告诉我们，台美关税的协定哦，好消息哦，快要来了哈，马上，所以我们就到了快要摊牌的时候。好，日本是15%不叠加，那南韩本来是15%要叠加，结果南韩迎来好消息了，倒是南韩有好消息了啊，15%不叠加，所以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比照日本、韩国是我们最大的好我们的产业竞争国。如果没有办法比照日本、韩国，那这代表什么呢？大谈判大失败，那绝对是失败嘛。所以我觉得就最后摊牌的结果，如果我们可以比照日本跟韩国，我们还觉得啊差强人意啊，至少我们是跟他在同一个基础点上。可是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刚才讲到半导体，其实台湾最大的战略地位就是我们的半导体，我们的晶片。但现在呢，第一个钱要过去嘛，他这么讲，从650亿要增加到1000亿，哈，我们钱要过去了。好，我们到时候人要过去，他说你人要过去去训练美国的这些员工哦，训练完美国员工，川普讲得很清楚，训练完请你们就回去了，哈，就等于说利用完了嘛，哈，那他要你干嘛呢？人要过去，人过去是要把什么带过去呢？技术带过去。好，钱过去了。人过去了，技术带过去了，这样就完了吗？没有，因为川普告诉大家说，现在整个全世界半导体的市占率，美国太低了，哈，都被台湾拿去了，所以呢，川普说，美国未来在半导体的市占率要提高，好，提高起码50%，啊，照理说，一般如果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企业，哈。我们一定要竞争嘛，怎么可以我的市占率被你拿走了？那请问我价值在哪里呢？没有我们赖总统说乐见，好，我们把这个美国的市占率提高啊，那所以是什么呀？钱过去了，人过去了，技术过去了，连市占率都要送给他。那我只有4个字来形容这样的状况，那叫做什么呢？掏空台湾。当我们掏空台湾，然后换来，也许我们换来了15%，然后不叠加，可是这个代价会不会太大了？
连美国的媒体在访问赖清德总统的时候，他都问说，如果台湾的半导体市占率都被美国拿走了，那台湾是不是就失去了战略地位？连人家美国媒体都会问这一题，就代表这种是 ABC 嘛？然后我们还要唾面自干吗？我们还要沾沾自喜吗？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担心，在这一场下来，台湾的战略地位、台湾的产业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休息一下再回来。